挖补天验出36501块石头，用了36500块，却偏偏剩下了1块。就这样被弃在大荒山无稽崖下，日日悲啼，渴望入世。后来他化成了一块玉，随一个富贵公子降生人间，把自己一生的见闻一字一字刻在了自己身上。这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开始，也是全书最深的一个隐喻。一块石头做了一场长长的梦，梦醒之后，他又回到了那座空山上。你我读这本书，其实也是在读同一个问题：那些我们费尽心力追求的繁华与深情，到头来究竟是真是假？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走进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梦——《红楼梦》。先来说说这本书，《红楼梦》又名《石头记》，是清代文人曹雪芹所著的长篇章回小说，中国古典小说公认的最高峰，被誉为中国文学的百科全书。曹雪芹用10年时间批阅10载，增删5次，以自己亲历的家族盛衰为底稿，写就这部巨著。但有一点要说清楚，今天我们看到的《红楼梦》一共120回，其中前80回才是曹雪芹的原著，后40回是由后人，传统认为是高资补全的。学界对补全部分的作者至今仍有争议，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故事主线主要依据前80回的曹雪芹原著，结尾部分依照通行本120回。这本书的主角是贾府，金陵4大家族之首，一个拥有2个国公头衔的贵族世家。主要人物是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以及几十位命运各异的女性。他写的是一个大家族的兴盛与衰落，也是那个时代里所有美好人世的凋零与消逝。在进入贾府之前，我们先要理解曹雪芹为这部书设下的神话框架，因为他是读懂全书的密码。故事最初，有一块顽石被弃在大荒山青埂峰下，长期受日月精华，通了灵性。与此同时，灵河岸边有一棵绛珠草，因赤霞宫神瑛侍者日日用甘露禅灌，9延岁月修成了女身。神瑛侍者要下凡历劫，绛珠草为报灌溉之恩，便跟随下凡。他说：“我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还给他。”这棵绛珠草就是林黛玉，那个神瑛侍者就是贾宝玉。于是整部《红楼梦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最深的伏线。黛玉的眼泪不是多愁善感，而是前世欠下的一份情，她的每一滴泪都是命中注定要还的。都道是金玉良缘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曹雪芹在第5回借一首词，早早道尽了宝玉的心意。金玉是现实，木石是前缘，他念的始终是那段神话里的旧约。林黛玉6岁丧母，被接进外祖母贾母家居住，这才让我们第一次走进了那座传说中的大宅。贾府，金陵最显赫的贵族门第，重门跌院，警讯屏风，丫鬟成群，礼仪繁琐得令人啧舌。林黛玉一步步走进去，只觉得处处都是规矩，步步都有规范，连说话落座都有讲究。居于这一切中心的是贾母，贾府的最高长辈，慈爱而威严，她的喜怒决定住整座府邸的冷暖。贾府的鼎盛表面上无可挑剔，可曹雪芹在热闹的开场里悄悄埋下了衰败的线索。管家凤姐虽然能干，赵母却早已混乱，子弟们浮夸享乐，后继无力。外表的架子撑得住，内里的根基其实早就开始掏空了。这就是《红楼梦》一开始给你看的世界，最辉煌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。贾府最后一掌真正的盛典是札元春省亲。元春被选入宫，后来封了贵妃，皇帝恩准她回家探亲的那一天，贾府花费巨资建起了一座梦幻般的园林，
大观园。园子建成后，元春下旨命众姐妹和宝玉移居园中。于是，这个故事最美的章节就从这里展开了。大观园里有黛玉居住的潇湘馆，翠竹成林，清幽如画；有宝钗居住的恒芜苑，芬芳素雅；有宝玉住的怡红院，花木繁盛，热闹温暖。姐妹们在这里结了诗社，饮酒赋诗，行令猜谜，嬉笑玩耍。这是《红楼梦》里最轻盈、最灿烂的时光。曹雪芹用细糯的笔墨，把那段短暂的美好写得像真的能留住一样。但大观园的美也因为短暂，才格外让人心疼。那扇园门一旦关闭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女性众多，但林黛玉是曹雪芹用笔最深情也最不舍的一个。黛玉初入贾府，众人只见她眉间带淡淡的愁，眼中含盈盈的泪，一身素淡，清瘦如风。她自幼圣母，寄居外祖母家，性情敏感而多思，心赛如发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在她心里漾起波澜。可她的才情在众姐妹中无人能及，实作第一，词意最深，落笔成章，随口成诗。她的敏感不是悄弱，而是一种清醒。她知道自己寄人岭下，知道贾府的繁华迟早散去，知道自己的命运早有定数。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飒闲尻却为谁？这是她自己写的词，写的是花，也是她自己。黛玉的悲剧不是爱情失去了，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容不下她这样的人。太清醒，太多情，太不肯妥协。贾宝玉和林黛玉是《红楼梦》最动人的一对。宝玉是贾府的嫡孙，贤育而生，万千宠爱集于一身。但他最不像贵族公子的地方，是他对女性有天然的珍视。他说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他是少见的懂得尊重怜惜身边女性的人。他与黛玉之间的默契，是那种不需言说，心意相通的知己之情。他懂他，他懂他，无需解释，无需表白，却比任何盟誓都要真实。两人常常小吵小闹，但那些拌嘴，恰恰是感情最深的见证。曹雪芹在书前提了一首诗，是他写给整部《红楼梦》的自白，也是宝黛爱情的注脚。漫至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看似荒唐，字字心酸。你若读懂，那痴也是你的痴。如果说黛玉是实意，宝钗便是现实。薛宝钗是进京选秀的薛家大小姐，容貌端丽，才学广博，行事稳重，善解人意，深受贾府长辈喜爱。她和黛玉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智慧。黛玉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哪怕伤痕累累也不愿妥协。宝钗则学会了在规矩里优雅的活，用理性压住情感，在每一个人面前做最得体的自己。但宝钗也有她的苦衷，她最终嫁给了宝玉，却换来一个心不在此，日渐痴傻，最后出家而去的丈夫，守着偌大的空房，独自老去。曹雪芹对她同样给予了深沉的同情。选择适应现实的人，未必就活得更好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承受命运的重。黛玉与宝钗，一个用眼泪抗拒，一个用微笑接受，各有各的难，各有各的悲。《红楼梦》里最著名的诗是黛玉的《葬花吟》，它不只是一首诗，更是她一生命运的预言。暮春时节，大观园里落花如雪，黛玉拿着小小的花臂和花囊，把一片一片落花收拢，掩埋进土里。北京哭便轻轻地唱：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绡香断有谁暖？一年360日，
风刀霜剑严相比，明媚现颜能几时？一朝漂泊难寻美。最后他唱道：眼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脸知是谁？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宝玉恰好藏在山石后听见，听着听着也跟着落了泪，因为他听懂了，黛玉哭的是花，也是自己。他遇见了自己的命运，却无力改变，只能把这一份伤心一下一下的连同落花埋进土里，换得片刻的安慰。这是整部《红楼梦》最美也最悲的一刻。《红楼梦》的后半部是不可逆转的衰落，贾府表面的荣华之下早已筑空，管家层层盘剥，子弟不争气，账目混乱，债务累累。渐渐的，元妃薨逝，靠山倒了；探春远嫁，笑声散了；迎春受苦，王熙凤病倒，支柱一根根相继倒下。最终，贾府被抄家，官差突入查封财物，主子们四散，丫鬟或死或卖，繁华的大观园一夕之间成了废墟。曹雪芹在这里把笔锋变得冷静而残忍，因为这就是历史的真实面目。没有永恒的家族，再高的墙，终有倒下的一天。书中用一支最后的曲子作结：好一似石井有头林，落了片白茫茫，大地真干净。虬儿散尽，树林空了，白茫茫的大地干干净净，所有的繁华一样也没留下。黛玉死去那一刻，口中只说了宝玉你好，剩下的话带进了另一个世界。贾府安排宝玉与宝钗成亲，瞒着宝玉用宝钗换了黛玉。宝玉成婚当晚发觉真相，知道黛玉已逝，从此魂魄若失，渐渐痴傻。后来贾府抄家，宝玉在一次科考中竟考中举人，却在发榜之日失踪。家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江边，他身披一件大红斗篷，向一个老僧和一个老道走去，回头望了一眼，便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。那块石头的梦做完了，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无为有处，有还无。这是太虚幻境石牌坊上的对联，也是《红楼梦》埋在最深处的主题。人生里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荣耀、深情和永恒，不过都是幻想，而我们真正忽略的，往往才是本来的真实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《红楼梦》不是虚无，它是让你珍惜当下，此刻陪在你身边的人，此刻你还拥有的繁华，都是真的，都值得好好珍惜，因为花开有时，花落有时。如果这趟红楼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走进一部记录奇兽异境、山川神话的古老图鉴《山海经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黛玉的眼泪、宝玉的出走，还是那片白茫茫大地，哪一幕最让你动容？我们下集见。